好的，再回到我们的现场直播，持续来欣赏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的精彩赛事。那这场比赛呢，将是要由桃园台湾产险要来面对彰化三大有限。那么这场比赛呢，对于我认为这场赛事也相当令人期待，尤其是彰化三大有限，这是在今年赛季他们所面对的首场赛事。那在去年呢，它整体的战绩是排在第5。那今年的赛制上面，刚刚也跟洪清我们今日所邀请来的球评了，有稍微聊到了，所以所有各支球队其实当然可以撇除掉台电啦，或者是联庄，但其余的这个2个位置，这争取到前4强，所以对于这个桃产呢，以及这个彰化三大有限，都是我觉得场比赛都非常重要。对，那我想台湾产险在前几周已经都有出赛的这个经验了，所以他们对于今年的赛季整个的一个强度上面都有所熟悉。那反观到是今天初登板，也是在这个赛季首次亮相的彰化三大有限，能不能够顺着他们在上一个赛季刚加入气排这个非常高昂的气势，我们可以拭目以待啊。彰化三大有限呢，在去年呢是整体的战绩呢拿下了5场比赛的胜利，所以想当然，就像我们刚刚所说到了，说今年这个才是他们赛季的第1场比赛，所以必须得一开始呢就保持专注。好，画面上是看到本场比赛的第1以及第2裁判魏玉宏老师。廖思宪员。江准老师以及吴胜发老师。那么这场比赛的地点呢，依旧是在台湾体育大学的体育馆，所以还是要提醒观众朋友呢，如果在中部的这些球迷粉丝呢，其实真的是可以在周6假日，明天还有1天，就是可以抓紧机会呢，能够前往这个台体大的体育馆呢，来欣赏这个精彩的排球赛事。而且观赏精彩的赛事之余，休息时间还可以到隔壁的一中街逛一逛。哦，真的，对，是非常知名的商圈呢。这是 combo 组合，连续攻击。对，我看你要先吃再看，还是先看再吃都没有问题。而且因为台风也才刚结束，但是伟成啊，今天来到了这个台中之后，我发现这里的天气还是相当的好，所以真的要好好把握机会。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彰化三大有限这是赛季的第1场比赛，但是这个桃园台产呢，则是已经完成了3场赛事，但是他们目前的战绩呢是1胜2败，在赛季的前2场比赛分别输给了云林美基农以及战力非常强大的联庄。那总算在第3场开胡，而且他们开胡的对手也不弱啊，是屏东台电呢。他们最终是3-1击败了台电，所以虽然现在是胜少败多，但是他们拿下的那个1胜呢，我觉得这个价值好像是难以估量。对，而且今年的屏东台电是来势汹汹，他们能够阻断屏东台电的连胜，对于他们球队的士气来说，绝对是有所增长。对。那你看，今年台电联庄其实也都有这个输过比赛了，是，这也让这个7月20年的这个排球联赛呢，让人更加的期待。就是说，或许你可能还是会看得出一些端倪，就是说 ，OK， 台电联庄可能还是在联盟的前段班，但是这个差距似乎不像过往这么的大，也让比赛的这种不确定性呢是更高了。那今天呢，刚刚洪清也有提到啊，对于桃园台产来讲，他们也有一些压力，因为他们队上的这个洋将已经不那么爱你了，因为受伤了。对，不过好险是说，我刚刚去稍微了解了一下，爱你只是因为他的膝盖稍微有点不舒服，短暂的调整之后，可能就在下一场比赛看有没有机会可以上场。现在篮球比赛哦，当然投手这种可能投1休3、投1休4的这种概念，现在在篮球、排球也都有。因为有的时候这种背靠背的比赛，然后为了保护球员，有的时候就稍微轮休一下，我觉得在教练的调度上面呢也合理。而且毕竟在赛季的刚开始，如果说今天只是可能到季后赛 win or go home 的这样的一个赛制来说，可能就算有一点点伤，也要硬上场。对。路遥知马力，因为这才是第3周的比赛而已。直接挡出界外。
那其实彰化三大有限呢，这个球队的组成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彰化师范大学里面的排球队的组成哦。那也蛮多都是我们台中这边的子弟兵成长起来，然后继续升学到彰化师大，然后现在进入的彰化三大有限。对，所以也算半个地主啦。是。 所以这场赛事应该算是北中之间的较量。是，那他们在上一个赛季首度加入到气排这个大家庭。那其实，在上个赛季呢，虽然说最后获得第5名，但是他们其实上个赛季每一场都带给很多强队一个强大的挑战。是。这次的进攻非常聪明，很巧妙。这个林锦龙哦，在2号位是他吃饭的地方啊。对，那他身材条件也非常好，有195公分的身高，然后加上又是左手球员。3比1，我看看有没有 touch 到。哦，马上好像非常快速就要提出挑战喽。拦网看有没有触碰到这个球。因为这个分数在比赛初段呢，不能瞬间被拉开。所以这也蛮值得讨论的啦，就是说，其实教练自己心中都有一把尺，包括挑战的时间点，或者是暂停的时间点。那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你想要忍着说啊，我不要这么快把暂停用掉，挑战用掉，但是忍着忍着，分数就完全被拉开，就失去了悬念。好，我们来看，这个也不好判断呢。哦，挑战成功，是有触碰到球。那其实挑战的时候，我们这个气排的裁判团哦，会特别安排一个挑战裁判。那当然也是属于具有国际A 级以上的这个水准哦，是来担任这样的一个挑战裁判。主要就是针对挑战画面回放的这个判读，然后给主审最后的一个结果。对，这个挑战很重要，是4比1跟3比2的差距落地得分。那刚刚提到彰化三大有限是由国立彰化师范大学所组成的这个班底哦，那桃园台产这边就是由中原大学组成的班底。对，那这2支球队，这2个母校呢，都是在这个大专1级赛事里面前几名的球队。所以在棋盘里面，其实以大学为班底的，包括到还有台师啊、北教大啊，这个也都有在这个班底在棋盘里面呢，是以一个团队的形式呢来出战。那三大有限这边现场，这个在场上的先发的举球员陈介廷，上一季的赛事是在屏东台电担任自由球员。但我觉得就是慢慢，因为这个今天比赛转播开始前呢，也有跟洪清就是聊到未来职业排球的发展，就说是不是还有不同的形式可以呈现给观众？所以其实，在现在的联盟里面，就是转队啊，或者是招揽可能在旅外的球员回来，或甚至是这个签下就等级比较高的洋将，这都能够增加比赛的看点。没错。哦，看有没有落在界内，没有问题，漂亮的快攻配合。进入到赛事里面呢，桃园台产啊，还是暂时的稍稍把比分给拉开6比3，双方1倍的分差。林景龙。后排起飞，距离万军的一锤。庄子霖也是属于身高不高，但是弹跳能力非常好的攻击手。哇！这个球勉强勾回去，但是还是勾到原本的这个施宇翔的攻击的这个位置上面了。对，好，我们从这个角度再看。哇，刚好第一次的攻击呢，这个落点的位置啊比较巧妙，所以对方一回来之后呢，马上好像做球一样。
好，虽然被拉开了3分的差距，但感觉彰化三大有限的慢慢把这个局势给稳定下来，并没有被对方给完全拉开。刘玉玲在4号位这个攻击哦，其实他是从这个有点从场地的内侧切到外侧，有做一个横移，最后再做出手的一个攻击动作。这一次呢，应该就没有 touch 到了。是，那像桃园台产呢，我刚刚有提到，他们是以中原大学为班底，他们曾经拿过这个大专排球联赛的公开1级的冠军哦。那阵中呢有2位球员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励志的故事，就是队上的举球员林谦跟刚刚攻击得分的刘玉玲，因为他们其实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是在乙组的球队比赛，所以其实在训练的强度还有比赛的强度上面都没有像甲组的这么的高强度，那他们进入到这个赛场的时候，我想乙组的球队应该就是要比平常人付出更多的这个训练时间，才可以去赶上甲组的这个强度。哇，这直接打到天花板了，这应该是打到灯架了。对，但是以排球的这个规则来说，11.5米哦，这个是场馆必须要的基本高度。其实这个是标准的场馆哦，只能说这个球力道太强。10比6。好，邱老师也在场边。今天身份不停的转换哦，刚刚是球评，现在是教练，粉盲是。哇，只剩下1对1的攻防。截止到目前为止，桃园台产呢还是这个攻击的得分率呢是比对手要明显的好。好，快攻，算是能够成功的得分。我们看到彰化三大有些其实很敢勇于去尝试快攻哦，因为很明显看到刚刚其实伟成哥在双方球队在练习的时候也有提到，好像2边的身高上面真的是有落差。那你面对到这样身高的时候，还能够勇于去挑战快攻哦，能配多一点这样快攻的战术，我觉得是非常难得的。对，因为可能对方也没有预期到，就是你会突然来一下，或是这样的比例跟他们的设想会有一段落差。没错。这就是战场，兵不厌诈。这看起来效果是不错的。这个球还是一个快攻哦，只是这个时候是从近身变到远身的这个快攻战术。好，救到，机会来了，泰米没有配合好。好，后排起飞，挡出了界外。这1分对于三大有限来说非常的可惜。哇，几次漂亮的防守都没有能够有效的得分呢。旁边定位跨跳就好，跨跳就好。就要走了。好，修正一下。那没有了。哇，刚刚没有算清楚哦。这个拦网卡拔下来，其实就有1次的触球了应该第3球就要把球送过去了。好，这边第1次、第2次，这个球应该就要过去了。对，但是这个角度也挺尴尬的。
真要打过去也这个技术性也挺高的。刚打到现在都没有防守反攻。好，对于落后的彰化三大有限来说啊，的确是要喊个暂停。所以洪经理怎么看呢？就说进入到赛季的第一场比赛，因为您过去当然也是球员出身哦，就说是球员的心情或教练的心情，是不是会格外的紧张或兴奋，或者是会有什么样子的心理状态？我觉得如果以比较正面来说的话，我当然对这一场第一场赛事我会有所期待。那我可能会对球队或者我本身的技术上面，我会设定所谓的目标。那我就是想办法看我第一场出赛能不能够把这样子的目标来达成。那不足的地方在哪里？那如果比较负面的部分来说的话，可能就是说，可能今天第一场比赛我会有点紧张。那你怎么样去化解紧张？是透过队友的帮助，或者说你自己得分，然后来去做自己激励的动作。我想已经打到弃牌这个层级，球员要自己想出因应之道了。不过在这一次的接发上面，并没有处理好。所以暂停回来之后，马上又在接发上面丢1分，这1分当然就很伤了。是。好球守得漂亮。再做第2波的攻击，哦，有了。哇，这个球陈恩德在后排的攻击火力也是非常凶猛啊。对。啊，这边的掩护，后排的起飞。陈恩德在高中排球联赛的时候也是获得过 MVP 的啊。你从后排，我也还你一个后排。而且刘玉玲的攻击其实很利落，然后他的这个手腕的包覆的能力也非常的好。有时候我们在想说他的攻击就很像一把镰刀，非常的利落。所以能够刚刚这个洪金有提到，从乙组能够杀到现在国内最高等级的比赛，的确是不容易。对。哇，可惜了，是想要做一些不同的配合。但是我觉得林谦这个球的想法很好做一个这个不同节奏还有不同方向的转移，帮球队帮你的攻击手制造出攻击的空间，这个想法是很好的。对，而且也领先嘛，对，口袋有点深度，所以可以更大胆的去做一些尝试。没错。那我觉得三大有限这边呢，接下来要思考可以去运用的战术，应该是说我身高条件不如你，但是我可以用我的速度，我可以用我的这个内切外放这样子的一个不同的战术来去牵制住你高大拦网的移动，那你就或许可以找出这个攻击的一个得分的机会。林宇一上来这个发完球啊，一发就出界了，17-11，6分的差距。这边又是交给陈恩德看起来他今天在后排的这个把握度蛮高的对。那刘玉玲这个对位上面也有点稍微没有对准稍微偏掉了一点。攻击慢慢回稳，但守不住，这才是目前落后的比较大的主因。对，还是打得很有技巧性因为毕竟身高高，然后你打点又高的时候，你可以有很多不同的选择。对。好。吴国强顶替上阵。那吴国强除了本身是室内排球的选手之外，他本身也是一名杀排的选手。这已经修正的不容易了。不过这倒是被三大有限人给成功的拦下来。对，你在球不够长、流动性不够高的情况之下，还打了一个比较单调的斜线，那当然。彰化三大有限有限也是有备而来。
那现在很明显，桃园台产这边的战术大多配球大概80%还是配给得分率最高的这个刘玉麟了。嗯哼。 就如同前一场一样，就是当球队有着比较稳定的分数领先的时候，不管是在发球或者是进攻的一些组织上，都可以比较大胆一些。是。赛季的第1场，可能还需要寻找一下节奏，是因为第3周大部分的球队在这个场馆呢都已经打了一阵子了。对。 我觉得三大有些也不要想说第1局我就要打出什么样的水准，什么样的水平。那我觉得先进入到比赛的强度，先适应气排这样子的一个强度来说，再慢慢去做自己的目标的设定。对，好，国强上来之后呢，现在这边有所建功，这边双方在空中比力量，就让这个国强呢逮到了一个空档。 后排，看有没有，这是有 touch 到吗？还是落在界内了？应该是落在界内。我们今天看到刘玉麟哦，不管是哪一个面向哦，他的攻击就像一个扇形一样，在这个扇形的范围里面，他都打得很准啊。对，这个很恐怖。是。杨一平。 而且哦，桃园台产正中哦，除了艾尼之外哦，那还有一个里尼西米哦，之前也是攻击的这个队上的攻击得分的好手，但是也是受到这个伤病所苦哦，所以前几周都没有上场。就是这2位哦。对。这是。 对，两个就是一高一矮哦，那对，就是高的大家应该就是比较熟悉的206公分的艾尼，身高在206，真的大家都爱你，是。看起来第1局这个分差被拉开之后呢，也就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契机。哇，这边又得分了。队长甘茂宏，这个球也是打得很有技巧，他没有在第一时间可以做出手，马上出手，他反而是让球流动的更多，越过了拦网的拦网的范围之后再做出手。这其实很细耶。对。 哇！接发没有做好，现在得手一泼，就中间啊漏了一个空档。那刘玉麟这个球也很聪明哦，没有硬打哦，反而是用一个压球就直接轻松的得分。在第1局的比赛里面，刘玉麟真的是这个球队的大当家了。是。 这有一点不用白不用的概念，因为对方在2分啊就要结束第1局的比赛了，所以这边也挑战看看，有挑战有机会。那我觉得另外一个彰化三大有限这边可以去尝试的，就是说，你既然现在你知道对手的攻击得分的主力是在刘玉麟身上，你想办法去对他做一些拦阻哦，或者说减弱他的这样的一个火力。好，看起来是没有踩到线，的确是非常非常靠近。所以你有的时候真的不得不佩服这些选手啊。其实，在比赛张力这么强大的过程当中，这当然也是一个习惯。只是在或许可能平常比较不太接触排球的这些，或者是刚开始接触排球运动的这些球迷朋友们，就会觉得哇，这感觉难度很高。是。 好，还能够救回来，机会来了。
哪一边？好位的转直线没有问题。今天给陈恩德的后排攻击哦，3颗他全部都把握住。对，漂亮。哇，好没办法。在空中延伸到最后一刻才打了一个变线。哦，刚刚虽然有这个蜂鸣器有响，但是裁判还是让球赛继续啊。这种雾迷的状况，基本上可能，比如说以篮球的比赛，也不会把比赛给停下来。好，但是果然了，这对于三大有线来说，赛季的首场出战，在第一局的赛事里面，18比25，让桃园台产呢取得局数1比0的领先。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办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办，那我就办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ard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再回到直播的现场来看一下整个第一局里面的数据呈现。是，那我觉得第一局还是桃园台产比较有高的一个攻击率啊。那再来就是说他们的靠着对手的失误得分的上面，比彰化三大有线还要多得了几分哦。那我觉得彰化三大有线第一局自己打得太紧绷，然后可能发生了比较多的一个个人的一个失误哦。那当然你面对到弃牌初登板的这样的一个强度上面，可能还需要一点时间适应，而且特别又第一场就面对到前排拦网高度这么高的这个桃园台产，我想他们要试着从第2局开始，从现在开始找出可能突破的一个方法。对，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啊，其实对于这个三大有线啊、康体啊、桃园台产啊、美金农这4支球队，在整个上半季，我觉得对于战绩的要求上面，他们是比较有压力。对。就是以今年的赛制来说，我们刚刚有聊到，你想办法就是无论如何要先挤进前4名。对，那尴尬的是什么呢？因为桃园台产去年就是第4，那彰化三大有线去年是第5，所以就去年的战力上面来说，可能就这几支球队绝对都是相互竞争，而且实力算是比较接近。是。好，桃园台产还是先下第1分。这个球是一个持球犯规哦。会不会又跟第一局一样哦？在比赛的开局就要迫使三大有线这边的教练就要喊出暂停。哇！自己有失误，然后对方攻防都有好的表现。对。哇！突然一下，这个3分灌进来，倒不是完全拉开，但这个气势啊，是直接给对方这个当头棒喝的感觉。哎，哇！你看这个先生也不容易啊。嗯。这个冒着被打到的风险，最后还是要比出这个旗号。嗯，在躲的同时还得看，老师辛苦了。但这1分拿下来，稍微止血。对。哇，观察力非常敏锐。当所有的这个球员呢，都慢慢往这个3、4号位的这个位置上面转移的时候啊，哎，结果反而后场是漏了一个非常大的空档。对，所以我们从刚刚那个 play 来看的话，排球里面的吊球不一定只能大家印象中好像只能吊在前区，有时候你看到后排没人，我稍微往后一推嘛，还是可以得分。对，所以当然前提也是这个制空能力要好，所以你制空能力越好，你观察的时间越久。所以一句成语说得好，登高才可以望远。对，没错。好，快攻走一颗没有问题。哇，这个进攻节奏，这个得分的节奏啊，还是相当的顺畅啊。刚刚攻击得分哦，是前几周比较少有上场机会的张安成哦。刚刚在局间休息的时候，就看到教练一直跟他耳提面命哦，看来想要这一局想要让他上场多一点的这个，让他表现自己的机会。嗯。因为对于桃园台产来讲，玉林的这个点已经不太需要担心了。因为目前玉林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呢，他的这个总得分呢，都还是在联盟的 Top 5里面。需要一个时期的转捩点。还是挡不太住。这次呢，轮到了林景龙的进攻。其实左手球员在2号位这个地方哦，起跳之后真的是比较有优势哦，因为左手的位置来说的话，在2号位这边能够有比较多的这个攻击范围可以去做施展。好，
现在桃园台展再下一分，好像的确这个局势的发展跟第一局也有点这么类似，一点点类似。三大有限这边绝对不能让这个桃园台产太快就把分数给拉开了。如同第一局一样，分数快要拉开的时候，先不论如何啊，利用这个挑战呢，也让自己的团队呢，可以小小的在场上先自己开一个会，啊，说不定也有机会来挑战成功。看起来应该是没有。对，一般来说，在看这种回放画面，当然解析度当然是最重要。然后，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如果今天有 touch 的球，你会看到球原本的旋转，它会改成不规则。对。 哪怕只擦碰到一点点，是。哇，场上的球员真的有时候不要自己当裁判都认为说这个球好像触网或犯规了，结果完全都没有人去做下一步的这个因应了。 就像先前的雾鸣一样啊，是，只要这个比赛没有停止，哨声没有响起，就是继续打下去。好，还是无法有效的追分啊，重点就是守不住。这个球前排的拦网已经帮林锦龙制造出很好的攻击空间哦。那当然，以他的攻击水准来说的话，这个球应该是可以轻松得分的。哦，干净利落。这是三大有限的第一场比赛。 目前针对陈恩德这个点桃园台产这边目前还是找不到可以对付他的方法。对，大部分的球队大家都打了3到4场赛事。然后陈恩德呢，从这场比赛赛季的首场比赛开始，先在个人的这个得分上面呢，先给自己设定一些目标。对。 不过同样都打4场的台北康帝的李源呢，跟连庄刚才我们也看到的施郎，这2个人目前的总得分差很多李源目前是拿下了91分，但施郎现在才66。是，那当然这个会跟初赛的场次也有关系哦。这2队都打4场。是，那代表说可能连庄的可用之兵很多，他不会过于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对，那。 台北康体为什么李源的这个分数会爆量的增加？因为他们在第1战的时候就伤了正中的得分大将雷诺。这个时候这样子的发球失分啊，的确是不大应该。哇，这个发球的效果有出来，修正，再救到，球还活着。这太难以掌握了，这球在网袋上面好像还滚了一小段距离耶。对，但是这个还是要纠正一下锦龙哦，这个往前还是要有保持最高的这个专注度哦，因为这个球很明显就自己是忽略掉了。是。哦，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好，趁着对方好像现在有些失神啊，这个分数追到变成2分差。那这个礼拜呢，负责这个场地服务同学的部分是来自于隔壁的这个台中市双十国中的女子排球队。
好，没有踏到的话，就直接攻击出界。哦，只剩下1分差喽。看起来是要挑战了，界内界外。张恩成自己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因为今天教练让他有多的这个上场机会哦，一定要想办法把握。哇，对于这个小朋友啊，在场边，当然这是一个工作，但同时也是一份学习。没错。那不仅仅是工作的经验，那主要是看到前面有姐姐，然后现在是这哥哥们的这种高水准的演出啊。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的一环。对，而且我觉得也让这群小朋友有一个梦想啊，未来我有机会，我也可以到的这个战场上面打球给人家看。妹妹想说，我是怎么了吗？镜头怎么一直在我身上？小朋友非常可爱。好，我们导播很辛苦，把全场的这小朋友们直接照一轮，还有哪里漏掉的？对。哇，连在走路的都被他抓到。对，好啊。但关键是这个到底是在界内，这应该蛮明显的啦。同样，或许也如洪琴所说，有的时候这样子的挑战就跟短暂停一样，因为这个分数慢慢被对方给追上来了。对，这一段就是被对方给追上来，第一个要解决的就是在接发球的这个问题上。所以当第一个点上面没有出状况的时候，你的攻势就比较不让人担心了。11比9。哦，界内哦，这是我们应该是我们今天看到第一次的发球的这种干净利落的 ace 球啦。当然前面连庄有比较多打到网带落地得分，但这个干净利落的这个发球的直接落地得分呢，这应该是我们今日转播里面看到的第一球。这个球发得很精彩，几乎是一个 inside out 哦，对，最后落在线内啊。在这个边边角角的位置上啊，也让防守端不好判断。毕竟以直接发球拿1分，所以第2发呢，当然更加有信心，想要更大胆的尝试。好，柯宗福的发球，擦到网带，调整一下。哦，应该是就在界内哦。再重新部署一次，这一次直接打飞了。哇，这个球要来挑战哦。哇，所以非常快速哎，就用了2次的挑战哦。那当然，以挑战的规则来说的话，如果你挑战成功，那个次数就不会计算。当然，因为前面已经用掉1次了。是。好，这个提醒这个电视机或网络前的观众朋友。好，我们来看，有哎，哇，这挑战成功哦！哇，这教练也是厉害。最后肩膀下来的时候插到网，就觉得可能教练团本来就有各司其职，一个看球，一个看网子，然后一个看球员哦。是。这么一来又变成3分差距，快攻走1颗，好球。我觉得陈玉玲的这个攻击技巧，大家可以去学习哦。就是有时候做一个快速出手，有时候在空中停留一段时间再做出手，改变你原本的攻击节奏哦。这个你会对对方的拦网造成很大的压力。对。因为其实拦网的过程，当然就是一翻2瞪眼。我所谓的一翻2瞪眼，就是你一起跳起来之后，你的这个位置大致上已经差不多固定下来。所以当然，在拦网的人员第一时间还未起跳之前的判断很重要。那攻击端你要怎么迷惑他？没错，这个就是要各凭本事了。对。
靠着一己之力挡住，后排起飞 ，no problem。好球。三大有限，从第一局啊有点比较没有办法找到状态，但进入到第2局，一开始让人担心，现在把比分给扳平了。是，哎，这也是想要改变一点点节奏啊，就直接发出界外，想法是好的哦。也是想把球放在一个比较3不管地带。好，再轮回到林金龙的发球。但我现在真的感觉三大有限的状态慢慢回来。对。不管是防守，我觉得进攻端是更明显。而且他们也很聪明哦，他们知道说在前排的这个水平面上面，他的身材条件没有像桃园台产这么的好，所以他现在改到后排攻击，让攻击手有更多出手的空间。同样这边也是一个后排的进攻。哇，场上现在上演的是后排大战哦，大家都不打前排了。非常强劲的发球，修正一下，金价被安内，又是陈恩德。哇，这个今天只要从后排起飞啊，感觉挡都挡不住。是，这一局干脆改变规则啊，就只能打后排这样。然后，当然在比赛过程中都是尔虞我诈。那这一个阶段呢，大家从后排的进攻的比例比较高，看看这一波桃园台产是不是会做一些节奏的转变。哇，真的，就是不打前排，我举球员直接拨球。哇，林谦这个球隐秘性也很高，他其实第一时间有做一个举球的动作，最后把这个右手放掉，用左手来拨球。哇，接发没有到位。对。勉强救回来。哇，这球还有哦，但还得再守一波。看看要做到哪一边，再来一次。哇，可惜了。刘玉玲在4号位这边还是有着身高的优势哦，所以他可以打的这个入射角的角度来说的话，就可以比较广。哇，这几波攻防两端上，好像真的节奏又有点跑掉了。一口气瞬间，好不容易先前追到13比13的平手，但马上呢，现在又被拉开到3分差距。啊，这个时间点喊一个暂停，我觉得也非常合理。是对方连拿了3分。没事啊，没事啊，没事啊，过来，叫他球，叫他球。我觉得彰化三大有限还是要试着去放开哦，因为自己有时候打的绑手绑脚，反而你会出现过多的失误啊。桃园台产这边哦，除了主力的得分手刘玉玲之外，林锦龙今天的表现也相当的出色。对，这一对双枪啊，是让球队现在局数跟目前的分数都保有领先重要的关键。哦，落在界内。
哇，不同形式的 ace 球，对，哇，教练有点傻眼了，竟然怎么做都不对，暂停也喊了，都不好啊。这个角度看得很清，这就是判断失误了。对。哇。 这个球应该是从标杆外侧进入到球场，所以是一个界外球。这一波乱流出现的时间点啊，特别不理想。如果你是说这种在12分以前，一波小乱流被拉开，你大概还有机会。但这个时候已经当对方已经率先来到了2字头了，20-15。好，这一次判断正确了。现在回神还来得及。彰化三大有限本赛季的首场比赛，还是想要发球加压哦。好。 最后是往前有一个争球的动作，但是陈恩德很有技巧性的把球拨到外侧的地方哦，刚好去 touch 到这个林锦龙的拦网的手。好，这球要做的，哇，这个位置真的能攻击的空间也不多了。是，打得比较勉强一点哦，因为球已经不够长的情况之下，还要瞄准大斜线的位置，基本上你可以打进去的这个场地范围已经不多了哦。哇！ 快攻，落地得分。柯宗甫这个球也很聪明哦，球不够高的情况之下，推到后场的区域。4分差距，陈怡安。 好，追分的好机会，哇，被挡回来。哇，那这个真的就没办法了。其实当然已经先成功的守住，但攻击端上自己没有打过去，那也没办法。哇，今天林锦龙拦陈恩德的球拦得很有心得啊。好，虽然看起来在这一局里面要逆转的难度很高，但是彰化三大有限还是在这个时间点喊一个暂停。哇，这个邱老师的音量哦，还是非常的洪亮。对，虽然没有别麦，但是我们还是收得一清二楚。对，不过他讲的很正确啦哦，还是鼓励激励这个三大有限的选手，不要死在自己手里面。如果说被人家打死 OK， 但是现在就是自己的这个过多的失误。对，再更白话就是再放开一点啦，对，不要给自己设限太多。没错。 好，杨一平。哇，好球！哇塞，这能够救得到不简单。
哦，挡出了界外。但杨映萍刚才的这个防守啊，也是相当不容易。这个今天上场也算有收获了哦，帮球队守到这一颗。对方这个重武器啊，还能够挡住第一发，不简单。相当聪明，真的就是在制高点上啊，你能够停留的更久，就能够更容易观察到对方的这种防守的阵型。Set point 出现。拦网成功，所以在这一局里面呢，25比19，所以现在桃园台产呢已经将局数呢取得了2比0的领先。我们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转播的现场。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给大家带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Cause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
再回到我们的直播，哇！虽然对于三大有线来讲，从第一局的18分到第二局的19分，而且其实每次我们来看到数据，这个攻击率上面的差距都没有到这么的大，所以洪庆你怎么看？我觉得大家有没有发现第二局这样子的一个图表来跟第一局相比的话，彰化三大有线只有多一个，就是攻击得分的14分。哦，第一局的话是13分，其实大致上的数据都一样。但是这一局呢，桃园台产在拦网上面有多得一些分数。那三大有线这边还是出现一样的问题，就是个人的这个球队失误太多，是哦，让三大这个桃园台产这边得到了蛮多的这个因为你失误而得到的分数。哦，那有时候你在一场球赛失误过多，其实你就让了对方好几分了。哇！结果进入到第3局，率先得分的依旧是桃园台产。是。眼前的发球没有完全的配合好。哇！谢队长的进攻。哇！又直接连拿2分。刘玉麟的攻击哦，到目前为止三大有线还是挡不住啊。而且刘玉麟，我们刚才有提到他在得分排行榜上面，今年真的是有机会，因为几个洋将都受伤嘛。那刚才我们有提到施琅的目前也只是排在联盟第2，跟第1名的李源也有一些差距，所以目前这个刘玉麟以今年这个时间点来看，真的是有机会来争取一下。当然，你到年终获得这个个人奖项，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生涯的里程碑啊。对。有的时候，对于教练来讲啊，就是该说的、该讲的、该教的，就是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所有的事情都做完之后，真的也就只能交由自己的子弟兵啊，在场上自行调整。是，但是我觉得教练比较不能够接受的，可能是说你的能力范围可以做到哪一个程度，但是你可能达不到，你可能只有达到60%哦，这个就会对教练团可能就比较生气。对，就是你尽力的输了，那我也认了。对。好，这球守住，直接后排哦，好，这算是慢慢回神喽，3比3。面对到这种不规则修正回来的这个修正球，还能够勇敢的做出手哦，吴国强的后排攻击。好，发了一个长球，哦，这也是非常聪明的进攻啊，变线，然后直接让对方 touch out。不错，如果保持这样子的节奏的话，这场比赛都还有得瞧。但因为三大有线前面2局就是突然会出现1波2波的乱流，然后就再也回不了神了。是，这一局目前的看起来是蛮好的哦，至少在比赛的前半段哦，就还是有咬紧比数啊。好，这一分是三大有线哦，但对方可能要提出挑战。拦网触球吗？我们先画一个问号。有时候面对到这种很接近，好像是界内或是界外的时候，你只能跟他做一个赌注。你这个球到底是要挑战界内界外，还是你要去挑战前面一点的拦网有没有触球？好，这是我们的惯例了啦。这也提供给现场或者是这个电视机前面、网络前面的观众朋友，如果你来到现场的时候有挑战，你要把自己整理好，因为镜头很有可能会带到你身上。但我们要来看这边，哇，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啊，干净的，非常干净。不过当然，你要挑战拦网触球的前提之下，是裁判的这一球是判断是界外哦，对你才有构成拦网触球的这样子的一个条件。
所以洪清刚刚才会讲说有2个方向可以挑战。所以其实有时候负责按那个蜂鸣器的那个教练一直都在观察主审最后的判决是判什么。好，现在不用观察了，因为3打有限，现在连上线了，是6比4，2分领先。看能不能再下1分，没问题。哇，真的是 cable 不能亡啊！当然现在是网络时代哦，但是这个有线还是很重要的。对，目前3大有线这个讯号非常的强，对，非常强，总算是这个找到讯号的来源。7比4喽。在第3局，因为当然局数2局落后啊，已经没有任何的退路了。趁着对方现在也遇到了乱流，好，赶快。最终还是得靠着这个双枪之一啊，除了刘玉玲之外，当然就得靠林景龙了。林景龙在前几个赛季一直被我们去观察他的这个攻击动作，他这几个赛季也有慢慢的在进步，因为他之前跳起来很高，然后重点是他身高又高，但是他的出手的手伸得不够直，之前都是在大概耳朵的位置来进行攻击，这个就浪费很大的一个高度了哦。所以洪金有看他就是慢慢调整回来，有做了修正。对，基本上呢，纠正他最多是志平主播啦，这个恨铁不成钢的这样一个想法。哎呦。哇！现在3打有限，这个不仅仅是连上线了，真的讯号强到一个爆炸了。好，这也逼得对方呢，当然桃园台展啊，也得喊个暂停，想办法止血一下。因为在心态上面呢，我觉得3大有限应该要更有信心，因为对方事实上现在是有一些伤兵的问题。配速度就好了，我们接那么急，那快攻根本没有掩护。好。不要加8小球啊！对啊。等一下拦网有没有？拦网都补斜的，就好了。好，好，就是这个旁观者清啊，有的时候球员在场上就是突然一下这个注意力没有在对的地方的时候，教练要想办法这个及时拨正。那所以方才教练也提醒啊，攻防2端上面都有给球员一些建议。没错。首先是先改变接发球的节奏，不能够接得太急哦，那个节奏太快，有时候去影响到攻击手退位准备攻击的那个节奏啊。对，所以你看，这喊暂停的时间啊，真的也蛮重要的。这一次暂停回来，等到了3大有线这边的发球失误。通常这种暂停后的这个发球失误，得分的应该都要记在教练身上。陈恩德想要打得太漂亮的角度，反而自己形成失误啊。对。所以这个就看到我们从前2局的现象啊，3大有线有时候领先的时候，自己就会出现一波乱流，自己失误太多。这个可能也是他们后续赛事必须要去调整的。对。好，非常辛苦的把球救回来。哇！很有技巧的往外拨。对，所以这个暂停回来之后，连赶了2分。对。这一次的失误啊，也当然特别的不应该。好不容易球队士气正旺啊，但是连守一波的机会都没有的话，那当然是比较伤。不过这个球真的发得蛮准的，直接发到标志杆的位置。好，现场还是得紧急的这个处理一下，因为你标志杆没有调整回来。造成一个倾斜的角度，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争议球的出现。
所以教练刚刚所提到这个接发上面不要急，对，那这边呢就等于慢慢这个回神了。有时候接发节奏在一个很和缓的一个节奏之下，攻击手能够更从容的去准备他的攻击。哇哦，德州安打出现。不过这个球哦，是前排的张安成应该要第一时间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第一时间已经没有选择拦网，这个时候你应该要马上做后退的动作，去帮忙去做一个补防的动作。哇，很凶猛，重锤。那这对三大有线来讲，当然不是一个好消息，因为攻击端上呢，真的就一次暂停之后呢，就直接呢回到正轨。桃园台产这边这个左右开弓哦，右手的刘玉玲加上左手的林锦龙哦。想要快攻，结果直接打到界外，但教练看样子是要提出挑战。还是一个比较接近的落点哦，所以可以来看一下画面。台湾的观众，我觉得都可以慢慢习惯，因为现在各大赛事啊的转播，因为平台越来越多了。好，我们先来看，这个应该是还蛮明显，差蛮多的。我觉得这个台湾跟国外的一些球队观赏的那个文化好像不太一样，我们好像都偏害羞一点。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球迷也是可以这个被教育的啦。有的时候，在整个行销团队上面，也是不是能够去做一些活动啊，或者是一些不同的一些概念 idea， 让现场的这个球迷能够更进入到这个比赛里面，更享受在这个比赛里面。好，现在真的是比较形成五五波的对抗了，但三大有线领先会不会这个还回去呢？现在这当然是一个蛮关键的时刻，因为已经快要接近到一半的比分了。对。哇！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哦，在我这个角度刚刚看，刘玉玲在空中，她其实已经掌握住球点了，但她一直用余光在观察后排的防守球员他们的移动，最后把它推到一个完全没有人的地方。哇，你看他这个滞空，可能就是在或许大概1秒钟的时间啊，但在这个一两秒的时间里面呢，可以思考很多事情。而且这个球又马上又是刘玉玲的发球直接得分。对，啊，真的是反超比数。双方等于又回到同一个起跑线上，就是看谁的这个抗压性啊、韧性更足够。哇，刚刚这个三大有线这边的教练团哦，在最后一刻按下了蜂鸣器，有一点点干扰到比赛哦，所以刚刚我们的第一裁判有给了一个黄牌的延误警告。林锦龙这球没能打在界内。稍稍的把优势给要回来。哇，还有同时接一个后排，界内还界外，哇，结果没能够落在界内，相当可惜。对。但你要看哦，虽然没得分啊，但
这个因为就在我们转播台正前方，三大有限的这个教练团呢一致认可。刚刚又突然重现了这个排球弹珠台的这个状况。好球，需要改变一下节奏。我觉得三大有限有慢慢去适应到现在比赛的一个强度哦，所以可以做出更多的这个技术的展现。是。哎，真的哦，16比14，最高的时候有到领先3分。好，前面一次暂停呢是还蛮有效果的，好像这个小乱流又要出现的时刻呢，桃园台产呢这边再一次的喊出暂停。看一下，看一下，等一下那个跟没关系，那个给他。哦，一样两边为主啊，自己去抓那斜的。再来哦！少宇准备啊！上一次的暂停回来呢，三大有限就发球失误。对，这一次看看状况如何。而且桃园台产哦，在这一局还没有结束，已经把2次的暂停给用完。那反倒是三大有限这边目前还有2次的暂停机会。先稳扎稳打。可惜。三大有限真的要去把握住哦，这个桃园台产这边的接发已经被破坏的情况下，所以代表他的攻击可能有稍微被减弱，这个球应该要想办法做出更多的这个防守反击的机会。还能够救到，3个人都没有拦住。哇，以1挡3呐！哇，已经3个人去拦了哦，还想办法去钻出一个大斜线呢。哇，施宇翔真的很敢打，非常刁钻的1分啊！哎，哇，糟糕！看林锦龙下去的时候，脚步好像没有很舒服哦。我觉得刚刚是他刚在身体做一个起伏，往后退的时候刚好滑了一下，就刚刚那个接这个救球的那个 play 了。好，既然对方少了1分箭头，好，就是这边。哦，哇，脚踝，对，脚踝稍微扭了一下。这样子，因为在排球场上，这样子应该不会到是大扭了，对，但这个肯定是扭伤有的。好，不过说真的，我们这个人体的这个有时候关节哦，其实蛮脆弱的哦，有时候你一个违反常理的一个角度，很有可能就会形成受伤了。排球选手比赛前也会包脚，对，因为我们其实排球选手很吃膝盖哦，所以其实膝盖比较多的伤势都是出现在膝盖。那比较严重一点，可能就是像十字韧带会断裂之类的。哦，好，关键时刻，18比17，哇，这一局呢，真的就是我们期待看到的对战啊，就是说比数咬得非常非常的紧。诚如我们的球评洪清所提到，三大有限啊，这个手头上的暂停1次都还没有用。然后你伫伊咧扣网的时阵，你拢无咧退啊，你若无，你若根本该死了。哎，没关系，调整一下，这波接发球要回来之后搞掉，不会断，不会断，防守反攻很重要哦，拼一下，来。
1局25分的赛事里面啊，这的确是已经进入到后段了，所以这个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挺住。啊，教练真的就是信心打气了。对。哇，可惜。对，攻击出界哦。好，挑战。这个挑战会非常关键哦。没错，这一来一回2分差啊。我觉得这个下次转播单位也可以再做一个现场的荧幕上面，就是让现场观众觉得这个是挑战成功还是挑战失败，然后用手比一下，是，就可以一起参与。对。哦，看起来也是非常明显的界外球。尽管呢，教练讲在接发攻一波，这个接发上面没有什么问题，但攻击这边出现了这样子的失误啊，的确是有可能是这场比赛这个胜负的这一个分水岭。又从落后打到领先，哇！又再一个发球的得分。当然，刚刚那个挑战，刚刚伟成哥有特别提到，就是一个分水岭。那你获得2分领先的时候，你对于现在发球的施宇翔来说，他有更多的本钱，而且有更多的信心可以去做发球加压。所以还得再想办法，再接一颗。哇，持续加压，重炮发球。对，我觉得这一局如果桃园台产能够顺利收下的话，施宇翔是一个关键人物，因为从他刚刚那个大斜线开始，然后从他的后排攻击，一直到现在2颗发球，好，他帮助球队造成现在的一个这个4分的领先了。没事了，没事，交给他。不要，还有，不要放。内卡把握，大力哦！干嘛？还没结束，逆转啊！可以啊，退下啊！想太多了，来加油一下！加油！打后发！对，来这磨砂枪，扣点。好，暂停回来，教练真的，我觉得就是信心喊话，还没结束。虽然，但是因为在这个后段啊，落后4分的这个压力，真的一个信心的打气啊，我觉得可能真的还是得靠选手自己。没错。教练得分。好，对方给机会了，你就得自己要争气，好好把握住。那排球运动里面哦，往往一支球队里面都会有1、2位哦，特别在比赛的后半段或关键时刻换上来发球的球员。守得漂亮，3个人的拦网成功拦住了，相当关键的1分。这个球已经把吴国强可以打的所有的路线全部都封死，完全看不到天空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真的没有地方可以穿越了，就是那种乌云盖顶的感觉。哇，一点生路都不给。这个球，我想应该或许只能吊球了啊！是，3分差。如果还想要给对手施加压力的话，这1分必须得拿下来。对。快攻有挡住了第1波，但这段的攻击还没有结束，球在界外，所以这是3打有限的得分。
哇，所以2分差的话，现在桃园台产是有一些压力的哦，对，就有变数喽。哇，好球！哇，厉害！哇，庄子琳守得漂亮。哇，没有 touch 到的话，就是1分差，在那有限呢，接连的追分。教练刚刚说不要放弃啊，没有到最后一刻，还没结束。所以你在这样子持续追分的情况下，落后方慢慢的去带给领先方很大的一个压力。好，要稍微修正一下。哇，可惜。哇，庄子琳如果再接到这一球的话，真的就是这一段的这个防守之王了。很可惜哦，其实都有对位到哦，但是就是有时候手臂放的位置来说，一点点的一个偏差，就很有可能让球喷走。但不要让对方停牌啊！我觉得现在都还有一线生机。哇，没接好，还能修正回来吗？先打过去吧。哇，直接这个 touch 喷飞出界 ，match point， 看起来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不远了。前的发球，好，无论如何，先把自己的功课该做的先给做到位。因为规则就是这样，你要追分就是得一分一分的来，你也没有捷径可以走。送分比赛结束，用这样子的方式，让对方拿到了第3局的第25分，所以这场比赛最终的桃园台产是直落3局呢是解决掉了对手，那这也让他们拿到了近期的2连胜，目前的战绩啊胜率刚好是50%。那同时呢，这个彰化3大有限呢，则是在赛季的第1场初赛呢就。只能饮恨了。那当然，我觉得这个赛后有蛮多东西可以来跟我们的球评红星来讨论。不过在那之前，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场边的访问。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Sport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本来是想扮南瓜啦，就戴一个头套南瓜，但我觉得南瓜好像很多人扮，那我就扮那个小恶魔好了。蜘蛛人吧，因为蜘蛛人他有那个可以喷蜘蛛网那些的，然后就可以把球定在那边，然后想要攻击的时候再攻击，这样就觉得应该会蛮有趣的。我觉得我应该会扮演钢铁人吧，把自己全部包起来。我最想扮演透明人吧，因为其实我自己平常是一个很安静的人。想扮演小丑，就
给大家带点一点欢乐。可能扮演骷髅头吧，因为我很瘦，然后又瘦长，感觉就可以当骷髅头。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如果是万圣节的话，我最近有在小红书滑那个万圣节的装扮，然后就可能对那种就是一些妆容，然后可能是那种小恶魔那种蛮有兴趣的。我比较想要扮动物扮那个恐龙，因为我上次看到那个扮恐龙超可爱的。其实我很喜欢就是迪士尼的茉莉公主，然后我超想要试试看那一种感觉，可是穿成那个样子来比赛好像有点不太适合吧。我想要扮演一只精灵，因为举球希望可以像精灵一样鬼灵精怪。对，因为我最近在看那个 One Piece， 对，然后我觉得他是一个梦想很坚定的人，僵尸吧。因为就不用动了。我想扮成球主，因为站着就好了。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这边要访问到这个台湾台产的2位球员以及我们的甄教练。那我尽量把这个访问的速度加快，因为前面今天时间算是 delay 蛮长，各位也等待了蛮长的时间，所以想先请教教练，锦荣目前，因为我们刚刚看到这个脚踝好像有点问题，他目前的状况怎么样？他原本脚踝就有受伤啊，那刚好在退的时候又要去接球，可能那个重心不稳的时候造成旧伤，又可能在疼痛这样子。所以我们再观察一下。所以在这个调度这个轮替上面，在明天的比赛，因为目前球队也拿下2连胜了，所以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明天的这种临场的调度？一定会啊，因为毕竟我们的伤兵如果锦荣在受伤的话，我们等于说3个伤兵了。那明天会让锦荣跟 A 里下去做一个试试看，就是先一样让他们先下嘛。那不行的话，我们再做另外，因为我们选手也是不错啊，所以下去的时候都会跟他们抗衡性都还蛮好的这样子。没错，选手当然好，因为玉林今天的表现也非常的出色，所以我们要要访问一下玉林。玉林这个，因为其实现在因为伤兵的问题，让你在攻击的火力上面，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的是一份压力还是一份助力呢？也是压力，也是一种助力。哦，怎么说？就是当球队没有一个突出的攻击手，那我就应该出去站出来，球队去得分。对，说到这个攻击火力的部分，其实在这场比赛开打之前，你在得分排行榜上面应该是排在前5名。那今天这场赛事之后，我想应该蛮有机会冲到前3的。所以在今年的这种
个人奖项上面，你有没有给自己设定一些什么目标？就是一样跟之前排行在前10，就是一样，就是稍微固定前5或前，就是不要落差太多，继续保持稳定这样。对，那这样子的话，其中一部分可能也要靠教练啊，教练的轮替上面呢，可能也要帮一下嘛。好的，那这边也要来这个跟明谦我们稍微来聊一下。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今天也看出来，也或许是因为双边的关系，教练在这个用人调度上面是比较灵活，所以在这个配球上面，会不会你觉得会不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我是觉得还好啊，因为只要配球还是要看对面的可能拦网布阵的重心啊之类的。其实我觉得我相信大家也有准备好。是，对，这个笑容含义还蛮深的。对啊。是很早就来准备，对，这就是我刚刚讲，我尽量让今天的这个访问快速结束。不过还是要恭喜这个教练啦，在您的带兵之下，现在也拿到了这个2连胜，也期望呢，看明天是不是可以在这个赛季当中来挑战3连胜。感谢3位接受我的访问，我们把时间交给红青。好，那今天呢，在整个桃园台产在全员皆有下场机会的情况之下，顺利将这场比赛收下那取得3-0的这个获胜。那我觉得还是要给对方的这个三大有限一个最大的一个鼓励毕竟面对到企业排球联赛的第1周的这个赛事来说的话，我觉得至少他们在每一局的这个得分表现上面都有所进步，从第1局18、19到最后一局22。其实我们看到三大有限的每一局的内容，还有各项的数据都一直在成长当中。那我也希望说他们不要气馁，慢慢打出属于他们的自己该有的一个节奏跟强度那桃园台产这边呢，真的我觉得应该要稍微控制一下，就是真的不要再有伤兵了。虽然说他们各队中的好手有非常的多，但是一直受伤下去，真的对于教练的调度上面，还有球队的这个能够下场先发的球员的这个体力上面，真的是一大挑战。对，所以方才教练也提到，就说明天当然我们要先观察，包括到安妮以及锦龙的这个状况。那看起来还是非常想要来挑战这个开季在前面这个比赛这个时间点，看是不是能够挑战3连胜。是，那这个当然就要提醒电视机以及网络前面的观众朋友，就说在明天呢，周日我们还有这个精彩的赛事要送给各位，所以就是从下午的1点钟，会有台北精华对上高雄台电。那连庄在3点也要面对三大有限，明天的对手也是相当的强劲。压轴好戏呢，则是在5点钟，云林美金龙要面对桃园台湾产险。那台产是不是能够从美金龙的手中呢抢到这一段时期的3连胜呢？就要持续锁定我们的现场直播了。那今天的转播工作到这边要告一个段落，非常感谢您的支持以及收看，也要感谢辛苦的工作同仁，当然也要感谢我身旁的黄宏清球评。我是主播伟成，跟各位说声再会，我们明天见，拜拜，谢谢，拜拜。